我最喜欢吃姜蹦了，瞬间铁砂掌就练成了。难怪我们卤肉饭也是要这样吃啊，所以一定要蘸酱吃，就是可能豆瓣酱的味道。干杯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远的地方，这里是周蕊，然后我要来吃一家非常有名的韩国的料理，它是吃海鲜面啊、炸酱面这种，然后再搭配一些糖醋肉的，它叫做崔红。 我都叫它春花啦，这样比较接地气。然后它听说非常有名哦，它的 review 上面也都是分数很高的餐厅。我们一起来吃吃看，好吃不好吃吧 ？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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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我们现在坐进来啦。我进来，我觉得好惊喜哦。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圣诞节，它的那些圣诞装饰都还留着，而且它里面的设计其实还有砖造磨坊那种感觉，然后搭配那种拱门啊，其实还蛮有情调。我本来以为它就是一个很普通吃面的面摊，但其实它是一间蛮有装潢设计的一间餐厅哎，所以我觉得酷哦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菜单吧。我们研究完菜单以后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有那种 set menu， 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个 set menu 选一个，把他们招牌全部都点了，就是有糖醋肉、有炸酱面跟姜蹦海鲜面的。其实我想吃糖醋鸡肉，我的好朋友从台湾来的，看每一桌都点糖醋猪肉，他想吃糖醋猪肉，然后我决定要再加2个 appetizer， 一个就是海鲜煎饼，还有一个 cheese ball。你要等着点好了以后来吃吗？好饿，好饿！我真的觉得他们菜色很丰富哎，因为它光 menu 就有好几页，然后它里面就会细分成是 seafood 或是 meat 或是 vegetable， 就是它有分 seafood 有 meat 还有 vegetable， 而且它在面饭里面又再分细项3类，所以它的那个 menu 真的可能跟字典一样哦，很多东西可以点，所以其实这家餐厅如果好吃的话是可以一直反复来吃的。今天因为有台湾朋友在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心的来点这个来喝吧，这个真的超好喝，马沟里好好喝。 很豪迈哎！所以我们现在怎样？《水浒传》里面的18好汉，18还是108？《水浒传》里面的108好汉用碗来喝酒哎，真的很符合我那个朋友很 man 的性格哦。还是直接拿茶壶给你喝。来，108好汉干杯！好像酒酿蛋哦。它就是那个味道。对啊，好喝。 OK， 韩式必备的小菜上来啦！吃炸酱面好像就是要配这个黄色的萝卜，然后再来就是泡菜，就是他们最基本的小菜。然后这个应该是 pancake 的酱汁，我们就等着好吃的来吧！这家餐厅生意真的好好哦，我们进来的时候应该是5点多，快6点，然后就已经全满了。然后我隔壁这桌已经翻2 round 了。然后它餐厅其实不小哦，蛮大蛮多桌了，里面还有一层坐满哎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哇，它生意真的很好，好好吃的样子。期待我们的面条，现在现在糖醋肉上来啦，好大一盆哦，而且它里面的肉都还蛮大块的。我刚拿出一个巨无霸来，然后它还会单独给你1碗调料汁，然后你就是用这个去沾那个调料汁。如果你想，也可以把这个酱直接淋在那个上面，可是我不想，因为那样子肉就不够酥了，我要直接一边沾一边吃。还不错吃哎，现在好热，里面超热哦。它的粉没有裹很厚，它是真实的肉条哎，然后薄薄的一层粉在外面，而且那个粉很粗，好香哦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沾酱吃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味道，所以一定要沾酱吃。 然后我们的海鲜煎饼 pancake 也上来，超香的。它一来就那种很大的脆那个油香，葱油饼的味道。我先跟你说，各位朋友，温馨提示，它这个锅真的超烫的，因为我刚刚一不小心去捏到这个饼，瞬间铁砂掌就练成了。然后我要来吃这个海鲜煎饼，好香哦！而且你看它有多厚，超厚的，里面真的我刚刚看到好大块的鱿鱼哦，期待期待。然后呢，它刚刚还有附上这个酱汁，我要来沾。 好烫，冒大烟了，超烫的。它这个饼啊，外面真的很酥，咬下去就会有咔哧的声音，但里面就是软的，就是那种面糊软软的那种面糊，很好吃。而且因为它的厚度是有一点在的，所以你咬下去就不会感觉很空虚，是真的有那种扎实的口感。而且里面的虾子啊、鱿鱼真的很多，还有一些青葱、洋葱，还有甜椒丝、青椒也有，其实蛮丰富，有点像蔬菜海鲜饼，好吃。糖醋肉可以点，这一道也可以点。 我点的 cheese ball 也上来啦，它一份有6颗，然后10块钱，看起来很热，我要准备好。没有拉到喝，
哇，它外面是一层麻吉，然后里面是很浓郁的 cheese， 而且 cheese 咸咸甜甜的，奶香味很足哎。而且可以看里面，其实还是有一点 cheese 流出来的，口感很好，软软糯糯。糯叽叽 cheese ball， 咸甜的那个度真的刚刚好哎，都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咸，但是要趁热吃，因为如果你稍微凉了一点吃，它就不软，也没有办法拉丝了。好吃，快一点。它的面上来啦！哦，韩国人里面我最爱吃的就是它的 jumbo 长棒海鲜面，超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料超丰富，它一上来哦，因为它的那个料可能都铺在上面，就看起来哇，那个料超高的，它料真的很舍得给哎，里面有蔬菜、洋葱、胡萝卜、鱿鱼、虾子。目前就先看到这个，而且那个面条是我很喜欢那种韩国人的那种很 Q 弹的那个面条。然后这面条一上来记得要赶快吃，不然那个汤都吸光了，就吃不到那个很浓郁的海鲜汤了。有一些辣哦，不能吃辣的人慎点，一点点辣。海鲜真的很浓郁，那个海鲜汤底，面条就是没有让你失望的脆弹，好吃，而且料真的好多，好满足哦。鱿鱼、虾子有一点小颗，长得有点像这样子，很像baby虾。我来喝喝看它的汤，哇，鲜美，但有一些辣哦。冬天来上一碗，真的好暖哦。好吃好吃，哦，这面条真的很长哎，这时候剪刀就要出动了。我之前看到人家这样撩然后剪，我就觉得好奇怪哦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必须的。我想要一点这个酱。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很喜欢吃韩国的炸酱面，因为跟台湾的比起来，他们炸酱面是偏甜的，但是台湾的炸酱面是很咸香的，而且台湾炸酱面里面的料真的很多，然后他们里面就是洋葱跟肉末，然后就超黑，有点不太明白他在吃什么。但是就是看了太多韩剧，然后他们每次都会点这个，然后搭配那个煎饺，搭配那个糖醋肉。但如果真的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台湾的炸酱面，超好吃，还行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。然后就很浓郁的酱香味，就是可能豆瓣酱的味道，咸也没有说很咸，就味道很平庸，很正常啊，无功无过。在吃完那个味道那么浓郁的姜婆海鲜面之后，再吃这个就会觉得OK。但它因为它在套餐里面，所以我们就点吧，就是吃一个情怀。面条还是非常好吃的面条，跟那个姜婆海鲜的面条是一样的。然后那个面条真的蛮长的，就是你真的要用剪刀剪一下，不然你真的一筷子撩起来，其他2个人都不用吃。更整碗都在你的碗里。经我的友人提醒，对好，炸酱面为什么会觉得它没什么味道？是因为炸酱面是要配这个黄瓜来吃，这是黄瓜吗？这是萝卜，就是要配这个萝卜来吃。哎，我来配一下正宗的吃法，就要一起吃。酱油味道多了，应该是这样吃的，没错。吃完还会有一个清爽的黄萝卜的味道。难怪我们卤肉饭也是要这样吃啊，台湾卤肉饭也是会给你配这个的。如果你是想要吃韩式炸酱面，就可以吃吃看。好啦，现在账单上来啦，我们点了一个 Combo A， 然后再加上 Cheese Ball 跟海鲜煎饼，我们还点了一个马格里，一共是119.95，加完小费以后是137.94。哎，吃一桌像大胃王挑战，然后3个人吃，总共才137.94，然后又吃很多，又有海鲜，又有肉，又有汤面跟干面，哎，还不错哎。这样一餐吃起来大家又很饱，还可以打包一大堆带回家。这个价位，然后吃这么丰盛，我真的觉得蛮惊喜的。下次还可以来，而且东西都非常好吃。就除了炸酱面，我本人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吃韩式炸酱面，所以就还好。但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好吃。如果你们有吃过其他姜宝海鲜面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哦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又到了呼口号的时候，一订阅一事情，订阅按下去，欢乐不会停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